大家好，我是01。今天这个视頻呢，我们來介紹一個刷肉機。這個刷肉機它的原理就是建一個豬舍，然後通過讓豬舍着火，然後再通過給它滅火，這樣不斷的循環。因為這裡面有一個 bug， 可以卡這個 bug。每當豬舍着火的時候，就會刷出一個豬來。無論這個豬它是剛剛死掉，還是正常刷新機制的3天之前死掉，它都會一瞬間刷出來一個豬，這樣就會源源不斷的有豬肉或者豬皮。那首先呢，肯定是要先建一個豬舍，在一個空地，這裡最好是把這個花朵給它剪掉，讓這裡比較空曠。然後你要建一個草牆，大概是幾十個吧，在這個豬舍周圍圍起來，隨便建就可以，建得緊密一點，保證火它能夠傳導過去。然後另外呢，我們還需要一些材料，就是這個石牆。就把這個外圍給它包裹起來，這樣豬它跑的時候，因為着火豬會跑嘛，這樣它不會跑到外界。跑到外界的話，火燒不死它，我們建這個牆、建這個豬舍、刷肉機就白費了。因為上一隻豬如果沒被燒死的話，那麼下一個豬就不會被刷出來。而且建這個牆的時候，最討厭的就是你被這個牆卡住。如果真的被卡住的時候，你可以按住 Ctrl， 然後再點鼠標，點這個牆。你拿着一個攻擊性的武器，比如說這個手杖，或者說一個長矛、一個火腿球棒都可以，把它打小了。打小了之後，你就可以走了。這也是我推薦的一個做法。為什麼要把這個牆由這個最初的形態，然後按住 Ctrl 強制攻擊，把它打成最小的狀態？第一呢，這個最小的狀態，豬在這裡面可以走。第二，你也可以走，你可以在裡面撿肉，在它着火之後，然後又被滅掉，它的色彩還是這樣子，這樣比較好看。因為如果是這個完整的草牆，它着火然後被滅掉，它就會變成這個矮矮的草牆，但是它的顏色就變黑了，特別難看。這是我自己實踐的一個結果，所以說還是把它打小一點比較好，這樣是遠遠不夠的，再建一圈。其實這個草牆倒也沒必要建得那麼密，像這個密度差不多就可以，因為這個密度火它是能夠傳導過來的，能夠傳導得很快，而且它滅火是一個範圍滅火，你把它建得很密，一個雪球過來也就給滅了。所以說大概這個密度就可以。這一圈找一下，看有沒有空位特別大的地方，這裡可以加一個，這裡可以也加一個。不用做的那麼的精緻，只要能夠保證這個刷肉機正常運行就行了。還有這個草牆最好是留一些，因為這個刷肉機我自己的實踐，我發現啊，有時候你這個草牆建多了，那麼你用這個滅火器滅火的時候，它有一些滅不到的地方，它就是會燒到最後成為灰燼。如果你建的太少的話，那這個發射器滅火，它很快就能把所有的都滅掉，所以也刷不出幾個肉。因為這個豬它是靠這個火焰傷害，燒死才會有豬肉的，所以它是一個動態調整的過程。而且我認為啊，有些教程裡面說的比較的科學，就是它能夠一步到位，把這個刷肉機制成一個比較永恆的。他們的思路大體是通過這樣的方式，然後再通過一個滅火器來滅火。這一個滅火器滅不了所有的火，但是它能保證整體處於一個動態平衡裡，它不會因為草牆比較多，然後滅不了，然後有一些草牆燒成灰了，這個草牆下降的數量又太多了，然後這個火又很快會被滅掉。它不會這樣子，它會保持一個動態平衡。然後旁邊放另一個雪球發射器是沒有開啟的。如果他想把這個刷肉機停掉，也就是把火都滅掉，那就把另一個雪球發射器打開就可以了。但是這樣的標準教程我覺得沒有意思，我覺得還不如自己手動探索，自己不斷的手動調整方位，調整個數，然後不斷的找到一個動態的平衡。我認為這樣是有意思的。所以說如果你喜歡這樣玩的話，可以跟我一樣操作。這遊戲它不就是個過程嗎？石牆在建立之前先把這些都打成最低的。好了，現在所有的草牆都打成最低的了，現在可以用石牆把它圍起來，徹底的圍起来，但是要留一個小門。好了，這樣這個刷肉機的基本規模算是建成了。在科學這裡有這個雪球發射器，這些材料我就不詳細說了，你可以自己慢慢收集。它需要2個齒輪、15個冰，還有2個電阻，也就是電子元件。一個電子元件，它可以通過2個晶塊和1個立方石來獲取。雪球發射器拿出來之後，確保周圍沒有雜物，這樣子剛剛好，它剛剛好能夠覆蓋到右上角那裡，應該不會有問題。首先做一個火炬來引燃，先把這個雪球發射器打開，然後點火炬，點燃。
OK， 只要一着火，这个猪它就出来。希望这个系统能够永远运行下去。我怎么感觉好像有点大？没關係，我們可以再調整。如果這個系統有點大，那麼它該燒的都燒掉了。哎，這裡已經變成灰燼了。看來之前我們建的還是偏大一些。沒關係，這一下子看它能不能徹底滅掉。我感覺最終一定會趨向於它能夠把火徹底滅掉。OK， 現在已經停了。看來我們之前建的還是偏大一點，但是現在這樣子它又能夠完全滅掉。所以說我們還需要再加草牆，再加一些別的草牆，手動調整，微調一下，再給它加一個在這裡，然後再給它加一個在它附近，在它這個方向。OK， 這個方向不行，它引不燃，再在這裡再加一個，這樣子，然後給它打開，再點着，這個。哎，這個怎麼一下子就給滅了？再點這裡 ，OK， 這樣子它應該壓力會增加一點吧，慢慢的找它那個動態平衡點。其實這個豬舍一着火就有豬出來，這個事情它應該是它寫代碼的時候判定，如果被燒了，那麼豬就出來。它沒有判定加一個條件，就是這個豬之前有沒有掛掉，因為如果掛掉的話，需要3天才能刷出來。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 bug， 在這個最新版裡還沒有修復。哎，這就很好了。剛才它這裡都滅了，如果我不加這個草牆的話，那麼這裡就引不燃了。好了。現在火都滅了，感覺它可以持續一個10幾秒到幾十秒的這麼一個刷肉的過程，這樣我們都不用再建第二個雪球發射器了。它每次打開，每次着火，大概等個幾十秒，然後刷出4、5個肉，然後它自己就滅掉了。你只需要動態的調整這個草牆就可以了。這個草牆其實我覺得還沒有調教到最好，但是如果一直調教的話，可能需要費很多時間。這個調教的過程就是一個遊玩的過程，對吧？我是很喜歡這樣玩遊戲的，經過自己的努力、自己的調整，然後構建出一個系統。這個機制我來概括一下，首先就是用這個草牆來着火，來給豬造成傷害。然後這個草牆呢，不可以建得太遠，因為它需要傳導火勢。造成這麼一個火無法被雪球發射器一下子滅掉的這麼一個情況，然後呢，還需要把這個石牆建起來，這樣讓豬不會亂跑，要不然豬跑遠了之後，它就沒辦法把它殺掉，殺不掉的話，那麼這個豬舍着火就不會刷出來第二隻豬。還有利用它的代碼 bug， 這個豬舍只要着火，無論這個豬之前是多久死掉的，它都會重新刷新出來一隻豬。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機制就是，如果這個豬舍着火了，比如說它着10秒鐘，它就會變成一個灰燼。那麼如果它被雪球發射器滅火之後，積累的這個時間就歸零了，然後它就又可以重新的計算這個時間。包括這個草牆也是，所以說它才能構建出這麼一個刷肉機系統。總之這個系統還是很巧妙的，這就是一個比較好玩的遊戲的一個特點。它總是有各種各樣的方法讓玩家發現，然後讓玩家覺得，哎，還不錯啊，竟然還可以這樣子。不過這遊戲這麼玩就沒有意思了。只做一個有趣的探索，實際玩的話還是謹慎使用。好了，這個視頻就到這裡，這是一個拋磚引玉的視頻，希望你能夠參考我的視頻，做出更好的、更棒的一個系統。